喺香港一講到 ultrasound 或者 HIFU， 女士們可能即刻諗起，喂，變靚啲喎！街坊們，你哋話，哇，唔係嘛？YOLO 街而家開始賣美容廣告？今集唔係賣美容廣告。如果我話你聽，平時去美容院打 HIFU 瘦面、拉皮嗰啲超聲波，而家竟然可以變成一個無創手術刀，唔使開刀，唔使見血，唔使食藥，甚至連輻射都冇啊！如果你個腫瘤細啲啊，真係10零分鐘就可以將佢震碎化成水。你可能會話，超真係科幻片 Elysium 入邊嗰部 Med Bay 咩？冇錯，唔係講笑。2026年嘅今日，呢樣嘢已經變咗現實。仲要係喺香港嘅街坊們已經可以接觸到嘅醫學革命。今日我哋要講嘅係關於一個唔信邪科學家同佢嗰個徒弟點樣用咗20年時間，將一個全科學界都覺得係垃圾嘅物理現象變成癌症嘅救命神器——無創組織碎化術 （Histotripsy）。如果你對科學背景嗰啲點解啊完全冇興趣嘅話咧，唔緊要，你可以跳去最後嘅片尾睇下喺香港點樣可以接觸到呢啲技術。其他嘅 YOLO 街坊們咧，沖定杯咖啡，坐定定。今集我哋一齊直衝細胞嘅聲波戰場，一邊睇下呢兩個唔信邪科學家嘅傳奇故事，一邊拆解呢把無形手術刀嘅真相。Let's go！ 故事咧就要由密歇根大學 U Michigan 嘅一個老頑固教授講起啦。佢叫做 Charles Kane。生物醫學工程系嘅創系主任，呢個人喺行內出咗名嘅非主流。佢唔係嗰種坐喺神台淨係做理論嘅科學家。佢經常都話，如果件事唔係接近不可能啊，就唔使我哋去研究啦。喺80年代尾90年代初嘅時候，如果你不幸患上肝癌，想用當時最先進嘅超聲波熱消融 thermal ablation 去醫嘅話咧，你面對嘅係乜嘢？係一場好似石器時代嘅煎熬，慢到令人崩潰啊！當時嗰啲超聲波機好似一支固定焦點嘅手電筒，一次只能打中一個點。如果你要醫好成個腫瘤，醫生喺你身上要重複打幾百甚至幾千次，一場手術閒閒地都要做4至8個鐘頭，部機仲要好笨重，有時咧打下要換個位打嘅時候，醫生就要大費周章搬動成個機械臂，甚至要搬動病人個位，而且咧只要你因為太攰或者呼吸稍為喐一喐咧，sorry 啦，對唔準焦嘅話，咁就醫唔到，甚至會整傷你嘅其他器官。而如果唔好彩，你個腫瘤貼住大血管，血流會好似汽車嘅散熱網咁帶走咗啲熱力，結果血管邊嘅癌細胞就永遠都燒唔死，復發嘅機會非常之高。面對呢一種困局， Charles Kane 教授喺1989年就發表咗一份震撼式嘅論文，正式開啟咗佢挑戰90年代醫療極限嘅旅程。佢開發咗一個叫做雙位陣列 phased array 嘅超聲波。呢個發明咧就簡直係將之前嗰部牛車變咗做法拉利。第一，佢用咗幾百個微型元件，利用納秒級嘅時間差，即係10億分之一秒去發射能量，令到聲波速咧可以喺幾千分之一秒內電子轉向，完全唔使再搬動嗰部機啦。第二，佢證明咗可以同時產生一組網絡焦點，一次過處理晒成個體積，大幅度減少咗手術嘅時間。而佢仲利用咗呢種靈活性，實時補償溫差，做到精確咁控溫，令血管周邊嘅腫瘤無所遁形。雖然喺嗰個90年代啦，發明咗呢樣嘢之後，佢都仲係跟住主流玩緊加熱 thermal ablation， 但係呢部硬件法拉利嘅出現呢，就係為咗佢之後更加瘋狂嘅諗法鋪路。要做到真正嘅無刀手術咧，阿 Kane 教授仲要面對一個當年全個醫學界都驚到入骨嘅宿敵，就係空化現象 cavitation 啦。乜嘢係 cavitation？ 簡單咁理解咧，超聲波其實唔只係熱力嘅，佢仲係一種強力嘅壓力波。當聲波強到一個點嘅時候，佢係會令到我哋身體喺組織入邊本身一直都藏住好多極之細微嘅氣體核心 gas nuclei， 瞬間爆炸式咁膨脹，變大成千上萬倍，去到微米級嘅氣泡。喺90年代嘅熱消融 thermal ablation 呢個手術入邊咧 cavitation 簡直就係頭號大忌啊！因為嗰個年代嘅技術其實揸住副機器就好似你俾個細路揸住一支超大火力嘅燒焊火槍。咁講嘅原因係因為當時嘅超聲波硬件非常之唔精準，
氣泡雲 bubble cloud 會喺邊度出現，爆得幾勁，係完全估唔到嘅。醫生最驚咧就係原本想醫個肝，點知嗰啲氣泡因為 cavitation 呢一個原理咧，喺隔離健康嘅血管或者喺腸嗰度爆開，咁就大鑊啦，會造成嚴重嘅副作用。另外一個麻煩問題咧，就係當時嘅 thermal ablation 技術係要靠聲波去煮熟嗰啲組織㗎嘛，但係個氣泡一出現咧，就好似一塊鏡喎，咁樣就會將聲波反射翻轉頭，結果咧入邊嗰粒腫瘤啊燒唔熟啦，能量反而咧就反彈翻嚟燒傷咗病人嘅皮膚。仲有一樣咧，就係當氣泡出現嘅時候，會令到超聲波嘅影像變到白蒙蒙花晒，醫生即刻就會好似一隻盲頭烏蠅咁，完全睇唔到嗰支好猛火力嘅槍喺入邊殺緊邊度。所以當時全世界嘅醫生同工程師目標都淨係得一個嘅咧，就係千祈唔好搞出呢啲氣泡。佢哋設計啲機咧，就係要專門壓抑呢一啲 cavitation， 寧願慢慢煨熟嗰個腫瘤咧，都絕對唔好掂呢一啲氣泡。就喺全人類都想盡方法要消滅氣泡嘅時候咧，Charles King 就展示咗佢最瘋狂，亦都係最天才嘅一面。去到90年代後期咧，佢睇住嗰啲實驗中不斷冒出嚟，被視為破壞王嘅氡化氣泡，就開始諗啦，一個非常之激進嘅理論。佢話：既然呢啲人人避之則吉嘅氡化氣泡嘅機械破壞力咁鬼強，點解我哋唔直接用佢嚟震碎癌症嘅腫瘤呢？阿 King 教授同佢條 team 就咁講啦，佢話：不如我哋唔好再逃避氣泡啦，我諗不如一齊去揾一個方法，睇下可唔可以馴服到呢一啲氣泡，等氣泡聽聽話，我哋想佢喺邊度出現就喺邊度出現，將佢變成最強最精準嘅手術刀呢。呢個由加熱轉向機械破壞嘅思想革命，正式就為今日呢一項 histotripsy 神技拉開咗序幕。而真正將呢一個瘋狂藍圖變成現實嘅咧，就要講到由2001年嚟到 Charles King 教授實驗室嘅一位年輕博士生啦。2001年，一位後生嘅博士生徐津加入咗 Charles King 教授嘅實驗室。當時實驗室面對緊一個好大嘅醫學難題，有一個兒科嘅心臟科醫生嚟到實驗室，好嚴肅咁同 Charles King 教授講：教授啊，查實咧有冇辦法可以唔使開刀、唔使見血嘅情況之下，喺心臟隔膜嗰度鑽開一個細細嘅窿，產生血流，幫助嗰啲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嘅 BB 仔呢？原來有一啲 BB 一出世嘅時候患上咗一種叫做大動脈右轉位，令到佢哋帶氧嘅血液冇辦法流到身體嘅各部分。當時唯一嘅方法就係醫生要用一條帶針嘅導管，憑感覺去刺穿嗰塊薄到好似紙一樣嘅隔膜，然後咧再用氣球擴張，成個過程危險性非常之高，一個不留神就會刺穿心臟壁，個 BB 咧就會冇命噶啦。King 教授當時咧就同徐津講啦：既然我哋係搞超聲波嘅，點解唔可以試下由體外發射呢啲超聲波能量，直接喺呢個心臟隔膜嗰度震開一個窿呢？當時成個醫學界都覺得條友傻咗啦！喂，心臟係會跳動噶嘛？你要喺一個跳緊嘅目標嗰度精準咁震開一個丁屎咁大個嘅窿，仲要唔傷到隔膜後邊嘅血管，哇！呢個簡直就係 Mission Impossible 啊！但係對徐津嚟講咧，呢個簡直就係當時佢完美嘅 PhD 課題啦。Charles 教授就即刻俾咗個指示佢，話：我諗如果要咁樣做嘅話咧，我哋應該一路循住點樣去控制氡化現象 cavitation 呢條路去行啦。當時嘅徐津唔知道呢個 cavitation 現象喺科學界已經被視為不可預測、不可控制，足足有成50年咁多噶啦。個個見到佢都避之則吉，真係見到就掉頭走啊！徐津回憶話：佢話可能我當時真係資歷唔夠，去知道呢件事係根本冇可能嘅，所以就膽粗粗願意去試。徐津喺實驗室入邊足足試咗1年，試晒所有傳統嘅壓力同時間參數，換過無數個頻率，結果全部都係失敗嘅。直至到1年之後，2002年4月嘅一個深夜，轉機終於出現咗啦。而導火線竟然係因為一場投訴啊！當時徐津喺實驗室嗰度做緊測試，因為佢用嘅脈衝頻率產生咗一啲聲音，搞到隔離嗰位同學咧就忍唔住投訴咯。佢話：喂，徐姐，你嗰啲係超聲波嚟嘅喎，你應該係聽唔到啊，點解會嘈到我耳仔都痛埋嘅？呢句話就打中咗徐津啦。
佢靈機一觸就諗啦，既然你嫌嘈啊嘛，即係話我啲脈衝頻率仲係太長啦。如果我將所有能量壓得更短更強，快到連聲波都產生唔到呢？佢心諗，橫掂之前所有啲方式都唔得啦，不如就搏一鋪啦。於是咧，佢就將個壓力 pressure 開到爆標，然後就將個脈衝 pulse 縮到極短，短到得返嗰幾微秒 microseconds。街坊，你想象一下啦，呢種脈衝嘅能量就好似將一架法拉利嘅馬力壓縮到1/1000秒內爆發出嚟，喺咁短嘅時間入面，能量集中喺一點嗰度，真係連水分子都反應唔切啊！直接就喺組織入邊爆開。校好晒之後咧，徐津撳咗個掣，嗰一刻實驗室變得好靜，但係喺水缸入邊嗰塊珠心組織嗰度咧，竟然出現咗一團閃爍嘅銀色雲團，就係我哋之前講嘅 bubble cloud 啦。唔夠60秒，嗰塊組織中間竟然出現咗一個乾乾淨淨、邊緣好似鐳射切割出嚟咁精準嘅窿。徐津當時興奮到大嗌啊 ！Oh my God, we did it！ 嗰個深夜嘅 aha moment， 呢個窿唔單止喺往後救咗無數心臟病 BB 仔，仲正式宣告咗 histotripsy 無創組織碎化術嘅誕生。呢項技術點解叫 histotripsy？ 個名係由2個希臘字嗰度組成嘅。Histo 就代表組織，而 tripsy 咧就係碎石術嘅意思，合埋一齊，佢嘅真正含義就係組織碎化術啦。由嗰一刻開始，超聲波唔再只係用嚟照超聲波相，亦都唔再局限於用佢嘅熱力慢慢煨熟嗰啲組織，佢進化成咗一把無形、精準而且唔帶熱度嘅聲波手術刀，直接由內部去震碎腫瘤嘅核心。徐津博士嗰晚轉出嚟嗰個窿，正式話俾世界聽，醫腫瘤唔一定要用火燒嘅。街坊，你可以想象下呢一種新技術，其實就好似喺你身體入邊請咗一大班微型地盤工人嚟做拆樓工程。部機咧就係利用嗰種快到極致嘅脈衝，喺腫瘤入面變出咗一團氣泡雲 bubble cloud， 就係我哋頭先提到嘅 cavitation 呢一個原理。呢啲泡泡頭先都提過啦，係一粒一粒喺幾微秒之內就會瘋狂咁膨脹，然後再猛烈咁塌陷嘅真空彈。呢啲氣泡爆裂嗰陣產生嘅衝力咧，就好似無數把微型嘅聲波轉咁，直接將癌細胞嘅細胞膜震碎撕裂，係將硬邦邦嘅腫瘤直接震碎成一灘好稀、完全冇咗生命力嘅細胞泥 （a cellular debris）。呢啲泥水就會由你嘅淋巴系統自然帶走，真係可以話係靜悄悄的走，不帶走一片雲彩，一啲疤痕都唔會留低。點解話呢一招係神技？因為呢班微型地盤工人就好似識得認人咁樣，佢哋有一種好犀利嘅特性，叫做組織選擇性 （tissue selectivity）。癌細胞咧啲結構查實好鬆散嘅，就好似一間豆腐渣工程嘅舊樓咁，一陣咧就散晒㗎喇。但係你身體入邊嘅血管、膽管、神經線呢啲咧，係你身體嘅基建設施。呢啲組織含有大量嘅蛋白膠原，又有彈性纖維 elastin， 佢哋嘅組織結構非常之堅韌而且有彈性，所以呢啲聲波震動對佢哋嚟講，只係好似按摩咁，完全唔會傷到佢哋嘅細胞壁嘅。呢個就係點解神技可以喺醫生都唔敢喐到嘅禁區，即係嗰啲貼住大血管生嘅腫瘤橫行無忌嘅原因啦。喺以前，血流會帶走熱力，令到手術失敗。但係而家咧，呢啲物理震動就完全唔驚血流，簡直就係肝癌、胰臟癌呢啲血管叢林入邊嘅癌症黑星。呢位病人對呢個腫瘤咧做咗組織碎化術，呢個係喺當時唯一一個腫瘤。4個月之後咧，磁力共振顯示咧，成個病變區域基本上已經消失晒。我哋可以見到呢度仲有啲好細好細嘅痕跡，但係對比翻治療嗰日同4個月後嘅大細，你可以見到肝臟基本上即係已經修復咗成個區域，同埋吸收翻晒嗰啲組織噶啦。所以 Histosonics 同組織碎化術為一啲冇其他選擇嘅病人提供咗好多治療方案。我印象特別深嘅，原本右邊肝臟有個腫瘤，其實已經做手術切除咗噶啦，但係而家左邊肝臟又復發，而且可能有成20粒腫瘤咁多。咁所以經過幾次治療之後咧，我哋實際上已經縮細咗大約有12個腫瘤咁多啦。我哋好多治療都係經動脈入去嘅。對呢位病人嚟講可能太危險啦，因為佢已經切除咗一半肝臟，佢唔可以再做手術，因為已經切除咗一半肝臟。而且呢啲腫瘤嘅位置喺肝臟正中心，嗰度係一個比較危險嘅治療區域，所以你絕對唔想喺嗰度插針。咁所以呢位病人
用 Histosonics 治療嘅效果非常之好。不過講開又講啊，喺我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呢，就留意到好多人都會誤以為呢一種技術係靠細胞之間互相去摩擦嚟整死癌細胞嘅。其實呢個係一個誤解，真正嘅原理呢係靠我頭先所講嘅氣泡雲 bubble cloud， 呢啲氣泡爆裂嗰陣呢產生嘅衝擊力，直接將癌細胞膜炸開。佢唔係磨爛，係直接將組織液化，將硬邦邦嘅腫瘤變成一灘細胞泥 a cellular debris。組織碎化術嘅作用機制同我睇到咗幾乎所有其他腫瘤治療方法係有住本質上嘅分別。所以組織碎化術嘅原理咧就係產生巨大嘅局部壓力波動，從而喺本質上直接將細胞撕裂開。咁所以呢種係一種純機械嘅方式，真係將細胞撕裂開，而且佢係透過壓力波動嚟做到，過程完全唔涉及使用熱力。佢真係可以令你以毫米級嘅精確度嚟針對腫瘤，而呢樣嘢係以消融、手術切除、放射治療，至少喺目前嘅技術水平嚟講，都係冇法做到嘅。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最關心都係呢種聲波神技係咪淨係可以醫肝癌呢？同埋我哋香港嘅街坊而家係咪真係隨時就可以起行去做呢？等我先幫大家開拓一下個地圖先。肝癌只係起點咋，呢把聲波手術刀嘅潛力係橫跨全身嘅。喺肝臟臨床測試完成之後冇耐啦，我哋就有機會帶領全球首個腎癌治療嘅臨床測試，亦命名為 King Trial。而對我嚟講咧，其中一個挑戰係嘗試從病人嘅角度去理解，因為從根本上講呢個係相當早期嘅測試，而呢點真係好有趣。所有我哋接觸過嘅病人都真係好想參與。腎臟嘅腫瘤，美國而家已經進行緊大規模嘅臨床試驗，為咗紀念 Charles King 教授咧，冇錯，好不幸 Charles King 教授喺幾年前就過咗身啦。呢個臨床實驗係以佢命名嘅，叫做 King Trials。另外我哋講嘅胰臟癌呢種簡直就係最難搞嘅癌中之王，因為附近血管非常之多，醫生通常都唔係太敢去開刀嘅。但係 histotripsy 就唔會傷到血管啦，呢個特性正正可以喺呢個禁區橫行無忌，所以 histotripsy 喺胰臟癌嘅前景亦都係非常之樂觀嘅。另外啦，仲有腦部腫瘤 glioblastoma， 研究已經證實咗超聲波係可以透過頭骨嘅。未來咧有望連腦科手術可能都可以做到無創。而另外一樣男士們最緊張嘅就係呢個前列腺肥大。針對呢一樣嘅煩惱咧，亦都有一個叫做 Wolverine 嘅臨床實驗，而家喺北美嗰度進行緊。治療原發性腎腫瘤嘅試驗啱啱結束咗，所以我哋正喺度等緊嗰啲結果。希望呢樣嘢喺出年左右，你知啦，就可以商業化推出。另外喺西班牙巴塞隆拿正喺度進行緊一項治療胰腺腫瘤嘅試驗，而呢項技術可能會喺2026年引入美國。所以組織碎石術同 Histosonics 其實係一個技術平台，呢個係一項新技術。呢樣嘢將會擴展到身體嘅每一個器官。展望未來嘅試驗可能會應用喺前列腺去治療良性前列腺增生，即係前列腺肥大，甚至係前列腺癌。仲可以考慮子宮肌瘤，更細嘅設備或者可以治療乳腺腫瘤啊、甲狀腺結節啦，甚至可以考慮腦腫瘤啊。呢樣嘢將會擴展到全身，包括癌症同非癌症嘅病症。不過呢啲都未算啊，最令醫學界興奮嘅咧就係被震碎嘅癌細胞會釋出完整嘅抗原。科學家喺動物實驗嗰度已經見到啦，呢一種做法咧其實有望可以誘發呢一個遠隔效應，遠隔 abscopal effect， 即係咧你打一邊腫瘤，佢就會引發你全身嘅免疫系統去主動攻擊其他擴散緊嘅癌細胞。喺老鼠模型之中咧，呢個效應已經被多次證實，打咗老鼠仔一邊嘅腫瘤咧，另外嗰邊未被打嘅腫瘤都會隨住縮細，甚至產生長期嘅免疫力。喺2025年尾、2026年初，科學界已經開始喺人體嗰度，特別係肝癌同埋腎癌嘅患者觀察相關嘅免疫標記物。雖然目前唔可以話100% 每個病人都會產生呢一個遠隔效應，但係初步嘅顯示咧，接受 histotripsy 治療嘅病人，其體內嘅 T 細胞即係免疫細胞啦，活躍度係有顯著提升嘅。呢個簡直就係自動化疫苗生產概念啦！你話癌細胞梗係最好自己識得打佢啦，咁就真係一勞永逸啦！咁勁嘅神器，點解呢次香港可以領先全球，最快攞到最多嘅機器呢？
咁我諗大家可能睇過新聞嘅都知道啦，都係全靠阿成哥李嘉誠先生佢呢一份好大嘅科技禮物。喺收集資料嘅期間啦，我就見到港大醫學院嘅臨床實驗入邊啊，醫生亦都證實咗，若果你個腫瘤細啲，大概2個 cm 咧，真正震碎嘅時間，部機竟然只需真係10分鐘都唔使啊！病人當晚已經可以醒得、食得嘢，直情出得院添啊！你好，我係 Michael Kus 醫生，我係 U of M Health West 嘅其中一位介入放射科醫生。呢位係我哋嘅病人 Melissa Cook。而跟住落嚟，大家會見到組織碎化技術係點樣進行嘅。呢個係我哋嘅治療探頭。高能量嘅超聲波會聚焦入去我哋嘅治療區，而呢個治療區係處於呢個水槽入邊嘅。我可以利用機械臂嚟操控治療區域，去針對我哋想要摧毀嘅肝臟病變位置。我哋平均嘅治療時間大約係20到40分鐘左右。咁好啦，講翻而家呢一刻，香港邊度有得做呢？目前香港係有3部機嘅，3部都係李生送嘅。一部咧就係屬於港大，一部就係中大，另外一個咧就係養和嘅。不過最近個機位咧就有移動過，港大嗰部機咧而家就去咗港怡醫院嗰度，而另外嗰2部就仍然都係養和同埋呢一個中大醫學院嗰度。咁接住落嚟下一個問題就係，咦？咁普通街坊們點樣可以接觸到呢啲神器呢？目前咧呢項技術雖然都已經列入咗我哋衛生署嘅資料庫，但係要喺醫管局體系全面普及嘅時間表咧，我暫時咧喺網上面就揾唔到任何資訊啦。所以我都想問下，如果大家街坊們有資料嘅話咧，都可以 send 過嚟，等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因為講真，3部神器真係來都來了啦，千祈唔好浪費啊嘛。如果你而家喺公立醫院嘅病人咧，除非政府日後可以推出佢類似 MRI 同埋 CT scan 呢啲公私營合作轉介計劃，或者大學有啲咩相關嘅研究名額咧，否則你而家暫時咧只有嘅渠道都係要走翻去私營醫院嗰度去接受呢一項技術嘅。不過如果你有買私人保險嘅話咧，我就會極之建議你去 check 下，因為我搜查嘅資料就睇到最少有一間嘅保險公司咧已經係包呢一個治療法嘅。講到呢個位，大家另外一個最緊要嘅問題當然就係價錢啦。暫時嚟講啦，如果冇私營保險或者政府轉介計劃出台之前啦，喺養和或者港怡做一次呢個療程咧，收費大概都係成20幾萬嘅。呢個數目對於好多普通嘅家庭嚟講，絕對唔係一個細嘅數目。所以我都想喺呢度趁機會呼籲一下，如果聽眾們中間有李嘉誠基金會嘅朋友聽到咧，可唔可以講下俾，或者可唔可以留個言話聲俾我聽？喺政府仲研究緊點樣去落實呢一個公私營合作轉介嘅空窗期嘅時候咧，其實基層嘅市民有冇其他方式可以揾到財政嘅幫助，可以早啲用到呢一啲救命技術呢？因為始終科技嘅存在都係想令到我哋人嘅生活更好，可以救多啲人。我哋唔希望咁好嘅科技最後又變成咗淨係有錢人先至可以用得起。嚟到呢度啦，我都知㗎啦。今集咧係比較沉氣啲嘅，但係有好多資料我真係覺得，雖然我知道你哋可能喺其他報紙度睇過，但係呢個神器實在太驚人啦，一定要講多啲資訊，等多啲人可以考慮下去用啊嘛。另外咧就係喺呢度一定要㗎啦，提提大家，以上嘅資訊純屬呢個科研嘅分享，唔係醫療建議。如果你或者屋企人有需要嘅咧，就真係一定要去諮詢專業嘅腫瘤科醫生，因為佢哋先至係真正嘅 expert。如果你身邊嘅朋友正喺度面對緊癌症嘅病魔嘅話咧，希望呢條片可以俾到佢哋多一個選擇，多一個希望。好啦，今集咧就講到呢度啦。大家如果喜歡呢一啲內容資訊嘅話咧，希望你哋願意花少少時間，用你哋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嘅方式去支持一路街。好啦，下集再見啦，拜拜。